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今天是加東時間2026年2月2號星期一。最近幾天提前爆料了張幼俠被抓的同一個消息源又放出了一條勁爆的消息，說在中共第20屆四中全會之前就被開除了黨籍軍籍的另外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他怎麼樣了呢？他在關押期間自殺了。海外自媒體這2年總被說成是中南海聽床師，但其實咱們客觀的講這些預言當中，除了習近平大權旁落這一條還沒有應驗之外，軍方這個體系的預言一直都是準了的。從火箭軍到李尚福出事，再到何衛東、張幼俠被抓這些預言從來都是應驗了的。而且對於秦剛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員馬興瑞的預言也是準確的。所以墙內的放風爆料最近2年體現出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更多的走自媒體路線那這個路子確實是變得更野了，但是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西方大媒体雖然他们比較有信誉，通過他们放風得到的響應會比較多，但是呢，大媒體樹大招風，過去這麼多年受到中共的高度關注，他們被滲透、被控制的程度也在加深。那麼中共內部某些派系想通過西方大媒體放風的難度也在變大，而且西方大媒體自己也想和這種爆料拉開距離，他們也不想捲入中共的內鬥太深，那麼自媒體於是就成了必然被選擇的對象，他們更加靈活，更加好被操縱，而且放風出來你也不容易查到消息的源頭。只不過呢，因為路子野，爆料人呢又想一炮而紅快速提升自己的人氣，就免不了添油加醋，有誇大的成分，而且造謠成本比較低，別人一看這種爆料很容易吸引流量，那麼也就跟風蹭流量，各種腦洞故事一起來。所以自媒體放風通常需要多一段時間來沉澱，但是一段時間你回頭去看哪些消息比較有價值，我們還是看得出來的。而且自媒体的放風爆料，經過這2年我的觀察，也體現出了一些模式和各位分享一下，也許以後在鑑別這種消息的時候可以參考。就是消息源不會固定放風給一個自媒體人，前面講了，自媒體人更加弱小，更加容易被威脅，也更加容易被收買。他們可以放風，但是不能夠讓他們和消息源頭之間建立起特別深層的固定的聯繫，否則很容易拿下一個人就牽出一串人出來。所以你會發現同樣是關於軍隊整肅的爆料，提前的放風也準了，但是呢，它經常是不由同一個人放出來的。有的人呢是前面放風準，他後面就不準；有的呢默默无聞，突然一炮而響，放了一條很準的料。那這都是新媒體環境下非常獨特的爆料模式，很有意思。那我的原則呢是不當消息的源頭，我只負責傳謠和分析謠言，不負責造謠所以有這方面心思的人也別找我。接下來分析謠言，準確的說是有待證實的傳聞。消息說何衛東自殺以後，負責看守他的人全數被抓了。如果傳聞屬實，那這就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有多嚴重呢？在中共整個黨史上都極少發生這種在任的政治局委員或者剛剛被罷免的政治局委員自殺這種情況，文革中都沒有當然不是說整個黨史中完全沒有，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1954年在高饒事件當中被打倒的原中央紀委主任和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崗自殺事件。他是在被免除職務審查期間自殺的，但是高崗自殺的時候仍然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員。另外一個比較接近的是林彪，不過林彪呢是飛機墜毀死的，不是自殺的。而且這還是一起歷史謎案，有可能他坐的飛機是被擊落的，不是檔案中所說的燃油耗盡墜落的。關於何衛東自殺，那這種消息它的刺激人之處在於什麼地方呢？不只是刺激吃瓜群眾的眼球在體制內，在高級幹部圈子當中同樣有很強的刺激作用，那是由於它讓高級幹部身份豁免享有某種安全特權這種印象被顛覆了。走上了自盡這條道路的人，他們大概率生前受過嚴酷的審訊至親家人受到過嚴重的威脅，把他整得徹底破防，徹底絕望了。那你這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這個基層小兵就沒有什麼區別嗎？這在高級幹部圈子裡面就會產生很強烈的恐慌作用，也會加劇動盪，讓局勢變得更加不可控制。上一次有中央軍委委員自盡的消息傳出，是原總政治工作部主任張揚，在2017年他被查處，隨後就傳出了他在家上吊的消息。那這條消息是在第2年得到了證實。新華社2018年宣布了對張揚開除黨籍，說他以自殺的方式企圖逃脫黨紀國法的懲處。
所以關於張揚的死亡方式是得到官宣證明的。還有前外交部部長秦剛，他是國務委員，也算是副國級，現在生死不明啊。之前也有傳聞說他是酷刑沒有熬過去死了的。現在同樣的情況又升級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那關於何衛東這條驚悚的傳聞有沒有證實的渠道呢？一位被關押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生死足以引來很多的關注。儘管何衛東不太可能再露面闢謠了，但是官媒還是可以以其他的方式間接闢謠的，比如介紹何衛東的犯罪事實介紹案情進展，來表達案子仍然辦，他仍然沒有死。如果長時間連這種間接的闢謠都沒有，那麼這條傳聞為真的可能性就要調升了。儘管現在大家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張又俠和劉振立身上，但是這條傳聞現在出来還是將了習近平一軍。為什麼呢？因為這讓他在整肅軍隊過程中程序上的缺陷暴露得更加明顯了。其實在去年10月份宣布開除何衛東和其他8位上將軍籍黨籍的時候，就有一個關鍵背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就是像何衛東這種政治局委員級別的官員，他是不應該拿出來和其他将領放在一起被開除黨籍軍籍的。應該怎麼辦呢？應該是軍紀委專門針對他寫一份犯罪事實的調查報告給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全體開會認同軍紀委的意見，然後結束黨內偵辦，移送司法，就是移送軍事檢察機關。正常的程序是需要一层层表達中央共識。抓何衛東呢，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一級做出決定，但是当需要做出開除黨籍決定的時候呢，應該是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開會投票表達共識，以這種方式反映出這是中央的一致意見，最後再由中央委員會全会追認。這樣的處理程序呢，才算得上是合乎規矩，無懈可擊，震動也才是可控的。事實上，習近平在他第一個任期2014年處理徐才厚和2015年處理郭伯雄，遵循的就是這樣一個程序，是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審議了軍紀委的調查報告，決定了對其開除黨籍才公布於眾的。當時官媒都有公開的報道，大家可以查。其實徐才厚和郭伯雄是已經卸任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也已經退役了，但是還是中央政治局专门開了会对他們宣布處理決定。因為當時這2位已經退役了嘛，就沒有開除軍籍這一說，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是開除黨籍。大家再查2012年對薄熙來和2017年對孫政才這2位在職的政治局委員的處理，也都是遵循同樣的程序，是中央政治局聽取了中紀委對他們的審查報告，終結了黨內的偵辦，然後再移送檢察機關法辦的。但是對何衛東沒有任何公開的報道說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聽取了对何衛東犯罪事實的調查報告，是由國防部直接端出來官宣的，就把何衛東和其他8名上將放在一起，宣布開除黨籍軍籍了。如果中央政治局有開會有表決，就一定会報道出來，這是給習近平加分的嘛，說明他非常遵循黨內民主，非常守規矩。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公開消息，那麼就是大概率沒有履行這個程序。2025年8月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大家去查報道完全沒有一個字提到何衛東，是在抵近中央全會召開的前夕10月17號直接官宣把何衛東開除的，是造成了生米做成熟飯這樣的局面。完全避開中央政治局不太可能，有可能是通過傳閱批示、書面徵求意見的方式，並不正式開會。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決定，通知傳遞給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他們簽名同意無異議，就算集體同意了。這種方式往往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政治局委員處於被動同意的地位。這種跡象直接表明，中共高層的決策透明度是越來越低了。潛台詞就是習近平對中央政治局是相当不放心的，也就是這20幾個人的小圈子其實對他的配合度是很成問題的。現在回頭追溯呢，其實不難理解。2025年8、9月份的時候，馬興瑞和張又俠都還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員呢都還沒有出事的跡象，他們都在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出席政治局的集體學習，顯然那個時候習近平是有意要避開他們的。現在又傳出了何衛東自殺的消息，這就給中共闢謠帶來了更多的麻煩。你跳過了程序節點，那就是越來越黑箱了嘛。你這個箱子越黑，那麼可造的謠也就越來越多。所以制造這個謠言的始作俑者其實不是中南海聽窗師，不是自媒體人，是制造了黑箱的人。
何衛東之死這種傳聞對習近平自己帶來的傷害是，這讓他違背黨內程序的後果又變得嚴重了一分啊！你看，都搞出人命來了。他向來是強調把規矩挺在前面，還隔三差五地引用古文，什麼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結果他是一不拿準繩，二不講規矩，一再越過程序，也就挖掉了自己立足的根基。如果長時間任由這種謠言流傳，沒有闢謠的話，它就會造成一種影響力上的事實，就會讓大家對習近平這個人的印象變得固定化，還不在於這個謠言的真假了。咱們更進一步分析啊，習近平逮捕張幼霞和劉振立，反映出了他作為文職出身的共產黨領袖固有的內心焦慮。這個焦慮不止他一個人有，很多其他人都有，只不過他的處理方式很獨特。這種焦慮就是，既然槍桿子裡面能出政權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那怎麼樣保證這個槍桿子服務於政權，而不是反過來危害政權呢？這種既要又要的難處就在於，得保持槍桿子能打仗的功能，還不能夠讓槍桿子小瞧了他這位軍委主席。就是既然你不懂軍事，你怎麼能夠有效的指揮槍呢？将領們就會提出這種質疑。這個焦慮從習近平上台以後就一直困擾着他，現在總算是總爆發了啊。那麼我們看一下其他共產黨領袖是怎麼處理這個矛盾的。一種做法是勵志型、成長型，就是領袖自己參與軍事啊，把自己培養成軍事人才嘛，打幾場勝仗啊，軍隊就服了。哪怕軍隊不服，但是你多少有點資本，然後宣傳機器一開動，說你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給你安一堆家的頭衔，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但是這一點啊，只有共產黨的太祖、太宗級人物能夠做得到。斯大林統治後期就是這樣，在蘇德戰爭当中，斯大林是苏军大元帥，戰爭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啊。在中共這邊呢，毛澤東是這樣的人，毛是中共的太祖，鄧小平就是太宗啊。鄧小平也懂軍事，也有威望，所以軍隊服從他沒有問題。他們都不需要把太多精力花在槍桿子怎麼服從的問題上，是他們的對手需要擔心的問題。第二種共產黨領袖呢，是壓根兒不花心思，他就到點下車，按照黨章賦予的權力，他能管到什麼程度就管到什麼程度，管不着的他也不鬧心。胡錦濤就是這樣的人啊。他在位10年，對軍隊的控制力非常弱，以至於軍頭們都不怎麼鳥他。胡錦濤在接見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的時候，軍方就故意試飛殲20隱形戰機，抬升緊張氣氛。被美國情報部門知道以後，蓋茨當面向胡錦濤提出了這個問題。胡錦濤一臉蒙圈，壓根兒就不知道，軍方事先都沒有通知他，可見他對軍隊的控制力有多弱。另外，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軍方也不配合救災，完全不聽調度，把溫家寶鬧得沒脾氣了。最後在電話裡撂下一句，說要記得是人民養的你們哦，你們自己看着辦啊。除了這句話，溫家寶也沒有別的辦法了。確實是人家自己看着辦了，因為中央軍委軍令這套體系是單獨一個體系，國務院管不着。溫家寶對軍隊的影響力是0。話雖然這麼說啊，但是在救災這種特別緊迫的事情上，又是關係整個社會的要緊事情上，協調性也這麼差，那就是軍隊故意讓政府難堪，就故意衰擺你了。習近平也是把胡溫10年的弱勢看在眼裡，這也是他決心要整治軍隊、抓牢軍權的動機之一。他不想步胡錦濤的後塵。第三種處理方式呢，也是多數共產党領袖採取的方式，就是政治鬥爭加利益拉攏加組織安排加另立山頭的方式來控制軍隊啊！再重複一遍，政治鬥爭加利益拉攏加組織安排加另立山頭。不管是蘇聯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中共的江澤民，都是採取這種方式來馴服軍隊的。首先是政治清洗，以反腐或者反黨集團等等名義，拿掉一些總是摆老資格的不聽話的老軍頭。比如赫魯曉夫就拿掉了在蘇軍當中有崇高威望的2戰名將朱可夫，江澤民也是拿掉了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在軍中的勢力。那接下來又是組織控制，是利用体制賦予領袖的權力，任用自己的親信擔任將領，占據要津啊，讓一些不聽話的、不信任的將領提前退休、解職、調職等等。再來就是另立山頭，經常呢是通過技術升級、組建新兵種的方式來實現的啊。這樣領袖就可以向新兵種傾注大量的資源，那原先老軍頭地盤的那個財源就漸漸被斷掉了嘛，他們的勢力就漸漸弱了，他們的黨羽也就散掉了。赫魯曉夫着重打造了蘇聯的戰略導彈部隊，在科研和裝備上傾注了大量的財力，也就漸漸削弱了斯大林時代起非常強勢的陸軍體系，剝奪了他們的話語權。
在中共的江澤民時代，則是切斷了軍隊經商這條路徑，斷了這條糧道，同時又高舉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面旗幟，聲稱要維持得之不易的周邊安定和平的環境，所以對軍隊的財政供給仍然是從緊的，以這種方式來馴服軍隊。你要錢嘛，你就得聽人家的話。那這種方式呢，也大體有效。總的來說啊，中共的領袖如果不是有軍事威望和軍事經驗，都要通過這種非常精致複雜的權術手段來握穩槍桿子啊。再然後呢，就換上了很忙的習近平，他沒有任何戰爭經驗，沒有當過一天兵，沒有指揮過任何一場戰鬥，但是習總有着一顆拿破崙一般的雄心，他就不能夠容忍有任何將領自行其事，也不能夠容忍任何質疑和挑戰。那習近平怎麼樣控制軍隊的呢？他主要是採取激進的政治清洗，加上組織重構這兩手來握牢槍桿子的，既清洗掉老一代的軍頭，同時又拋棄中共過去學習蘇聯的軍事管理體制，把那個軍區加四總部加中央軍委的體制完全廢掉，改由中央軍委主席加中央軍委職能部門再加戰區這種管理體制，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個人手上，同時對将領大換班。但是經過10年這一套過場走下來，習近平又發現一個結果，就是他仍然達不到他想控制軍隊的那個目標。比如他發現苗華這些人居然就敢背着他私相授受，建立自己的派系。又有一些消息說，張又俠、劉振立也認為習近平交代的做好攻台準備，這個目標是無法完成的啊，怎麼都得拖到2035年啊，再以軍事專業來抵制總書記的宏圖大計，這都讓習近平相當不爽，有相當的被威脅感。這10幾年習近平沒幹別的，你就看見他不停地整治軍隊，另外不停地在發布他各種宏圖大計。結果10年下來，他發現軍隊還是山頭林立，習近平不會別的，就是重新再折騰一遍。那既然2015年開始的軍改都沒有辦法達成目標，那今後習近平還能怎麼控制軍隊呢？這就是一個問題了。我認為在領導力不足的情況下，習近平其實沒有別的辦法，就是他只能越發依賴監軍模式。在目前的軍隊體制裡面呢，政工和紀檢已經是2套監軍體系了。可是很明顯，現在習近平對政工這個體系已經嚴重不信任了。你像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還有分管政工的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不就被抓了嗎？那今後呢，他恐怕就只能更加依賴情報系統來監軍了。就是除了政治委員軍隊裡面還要再加上保衛幹部這個體系。要重新強化軍隊保衛部門的秘密警察和政治監視的職能，像前蘇聯和延安時期那樣。那個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他在1945年也被授予了蘇軍元帥的頭衔嘛。其實他掌控的蘇聯內務部就是在扮演督戰隊的角色。還有中東的獨裁國家，從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再到薩達姆，再到敘利亞的阿薩德，也都走這條路，情報體系監軍。但是這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當情報機構變成了監軍他又握有大權，是社會的維穩機構，那其實它就不是情報機構了，它是啥呢？它就變成了制造恐懼的工具，這就反而破壞了情報的真實性。因為情報機關的考核目標，要不然呢就是追求局勢可控，顯示它卓有成效，那麼它就有可能壓低這個事情的緊急程度和嚴重程度。比如經典的例子有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情報機構就是把大事化小，把社会廣泛發生的抗議說成是零星的騷動反正有我在，國王陛下你放心。把軍心不穩呢說成是很零星的波動，就讓國王忽略了事態的嚴重性，做出了誤判。情報機構的另外一種考核邏輯是要挖出大案要案等於你業績突出，挖出了沉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嘛。所以在另外一些例子當中，情報部門又会把小事化大，故意讓受到牽連的人彼此檢舉，把事情搞大，抓更多的人。19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就是走這條路。但是不管是大事化小還是小事化大，共同之處都在於情報機構它反而阻塞了真實的情報，它讓信息失真了。所有人都曲意逢迎，為了活命都不敢說真話，反而就誤導了領袖的判斷。那種既沒有能力又追求控制的領導人，往往最後都會走上情報監軍的道路。好，那上面是從何衛東自殺的爆料所引申出來的話題，它引出更多的恐懼，更多的不確定從而也為習近平走上情報監軍推了一把。我們在上一期節目當中談到，抓捕張又俠和劉振立風波的延續要看1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其後的動作果然呢，這一步就來了。
1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例會，會議的主題是審議中央書記處和5大班子，就是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他們所提出的工作報告。這次會議的內容呢是遵循舊例，反而比往年同期的會議內容還少了一些，只是在新聞稿的最後一句，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当中暗含了對當前局勢的處置啊。所謂其他事項，大多数情況下指的都是人事。關鍵是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啊，解放軍報又有發力了。在1月31號、2月1號和2月2號這3天，解放軍報突然拔高調門，又開始了對張幼俠的大批判，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連發3篇文章，分別是堅持反腐必勝、強軍必成的信念信心，持續深化政治整訓，縱深推進正風反腐，和以強烈的使命擔當攻堅奮進。我們上期節目談到啊，從1月24號到1月30號，中央政治局開例會之間的這1個星期，解放軍報雖然也發了3篇針對張幼俠的評論，但是調門是高開低走，只有第1篇點了張幼俠和劉振立的名，後面2篇都沒有點名，氣勢是越來越弱的。可是在政治局會議之後，突然連發3彈，氣勢陡然變強。我推測背景啊，很可能是習近平在1月30號的政治局會議上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反應，比如政治局委員們默認了習總對張幼俠的抓捕行動啊，所以習近平就可以氣勢再強一分，再往前多推進一些。從這個意義上，的確也可以講，政治局會議每開一次，委員們一看身邊的同事又少了一個，就知道這次會議又是自己該交生死狀的時候了。他們多一分順從和默認，也就意味着習近平可以抓更多的人，他們自己也就多一分朝不保夕。另外，像何衛東這種人自殺的謠言啊，為了避免有人傳播，有人提出質疑，就要擺出更加強悍的姿態，讓人不敢開口嘛。這大概也是軍報連發3彈，調門突然拔高的背景之一。儘管習近平現在顯得非常強勢，他想拿誰就拿誰，但是我的感受呢，他是越來越像中東那種類型的獨裁者，而不是共產党的領袖。共產党的領袖除極少數之外啊，是由整個共產党的體制在托舉的，而習近平是在不斷瓦解這個體制，在破壞程序，所以他越強反而是讓中共變得更弱啊，這也許就是他這個總加速師宿命當中要完成的任務吧。不管怎麼說，張幼俠這個事情它制造出了一個系統性危機，像何衛東自殺這種消息也是在張幼俠被抓以後傳出來的，那麼我估計呢還會陸續有大瓜爆出來，到時候我們再來分析再來評論吧。那麼好，今天的話題呢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在文昭谈古論今這個頻道，下次再見就是星期3了。